川普怎么会突然冒出说中国支援给伊朗400枚的防空导弹？不是中国讲的，也不是伊朗讲的，是不是五角大厦故意放出这种风声？你看中国支援他了，是中国在后面扯我们后腿，增加我们去对伊朗的攻击难度，所以很明显的甩锅给中国。那我们反观伊朗，这是很明显这一波的打击是伊朗在主动打击美国，跟之前3月份那次完全不一样。他现在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有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他可以借着荷姆兹海峡来掌控全球的经济命脉。今天美伊战事的3个主题，等一下请来宾火线话题帮我们特别做解析。第一个，伊朗跟胡塞组织现在从多线来出击了，这一次一口气伊朗攻击了4个方向。我们来看到这当中包括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沙国的能源设施，甚至是埃及的港口，还有伊拉克的民兵据点，现在也接连遇袭，造成了多人死伤。美国的天然气船也因此起火。伊朗现在到底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呢？是在多线的战术来消耗这个美国吗？那么他为什么本来是被动的一个态度，现在转为主动的开战了呢？伊朗在想什么？第二件事情来看到了，现在美沙也联手空袭了在伊拉克的伊朗民兵基地，造成了多名武装人员死亡之外，川普面对于伊朗这一波的大攻势袭击，他喊说非常生气，轮到我们来开轰了。在此刻又传出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大陆提供了400套的防空系统给伊朗，美伊战争会不会全面爆发？伊朗美国的部分是真的敢来做一个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吗？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包括了在油田跟能源命脉的部分，不管是沙国的油田、红海的油轮到埃及天然气港接连遇袭之外，包括了伊朗跟也门胡塞组织，他们掌控了现在2个海峡，关键海峡包括了荷姆兹跟红海，海上的航道现在变成了战争的武器吗？今天会做一个深度的解析。中东停火正式宣告是完全的破局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不再是2国互轰，开始做全面的外溢了。战火绵延到了多个地方，刚刚提到的约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甚至是在伊拉克，包括我们看到的美军基地啊、石油设施、天然气船，一直到港口、海上航道变成了跨国多战线能源战同步展开。赶快来看到细节。首先在约旦的部分，伊朗向驻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5枚的飞弹第二线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了，亲伊朗的势力跟胡塞组织，他们锁定了当地的石油设施、炼油厂，红海的油轮发动了新一波的攻击。而且我们要知道，在沙烏地阿拉伯，基本上这边的原油如果受到影响的话，是完全会影响到全球油价，会立刻受到冲击的。第三线就是在埃及了，埃及它的当地的一个港口遭到伊朗的无人机攻击，还包括打到了美资的这一艘天然气船也遭到无人机攻击而起火。另外在美资的这个天然气船的另外一旁边也有另外一艘天然气船也因此受到了波及。来看一段现场最新画面。看到了这些攻势，美国气坏了，联手沙烏地阿拉伯来一起反击，空袭了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的基地、武器库、指挥中心跟后勤等等，造成了伊朗的这些武装人员死伤再来，我们就是看到了这次伊朗采的这个策略真的很不一样。除了多线攻击之外，我们看到呢，伊朗他也派出了透过胡塞组织，还有亲伊朗民兵等等代理人来一起打这一场仗。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美国的部分已经气坏了，川普公开喊话，接下来轮到我们去开轰了。NBC 最新的报道说，川普呢现在面临一些麻烦，因为他认为他无法谈判来结束这一场美伊冲突，所以他最新呢对幕僚们发飙，要求重新评估伊朗的军事选项。而我们收到的另外一个最新消息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最新提议说要大举的出击连炸伊朗14天，原因认为是因为美方认为打残了伊朗才可以省下自己的拦截的弹药。而另外一个变数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了，路透的报道，中国可能向伊朗提供400套的防空飞弹发射系统吗？好，今天我们会来做深度的剖析。先来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不管是伊朗，不管是胡塞，现在同步开火，
中东的4大战场同时引爆，如何看伊朗的这一波多战线的消耗战的战术？而且他为什么突然间从被动变成主动，要来大规模引战吗？难道伊朗已经准备好下一波更大规模的战争吗？那厉将军怎么看？我们要知道，任何一场这个作战行动，一定有一个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然后依据你的战略目标，再来实施你的全程战略的一个规划，然后才是军事的行动。我们先看美国，美国原来设定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原来设定的战略目标，它是要推翻伊朗的神教政权，然后甚至于要叫伊朗来讲的话，不可以再有核武设施等等。但是这是你的战略目标。可是你后续来讲的话，你的军事行动支持不了，达不到你的战略目标，所以你贸然的采取军事行动，到现在就变成说是最后你没办法这个完成你的作战任务。那我们反观伊朗，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是伊朗这一波的打击，是伊朗在主动打击美国，而不是被迫反击，跟之前3月份那次完全不一样。3月份那次它是报复性的反击，它是自卫的还击但这次伊朗是主动的攻击。那伊朗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我跟你讲，很简单的一句话，他现在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有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后荷姆兹海峡归他管，他可以借着荷姆兹海峡来掌控全球的经济命脉。也就是说，除了说是我要在这个地方收钱之外，我随时要封锁就封锁，我随时要开放就开放。你美国还有你甚至于波湾这边国家都必须这个听我的话按照话语权来实施。所以依据他这个战略目标，你看他的战略构想就很清楚了。在战略构想，他打，然后之后是军事行动，很明显的，他现在是打2个目标，2个主要目标。我们看到说4线开战、几线开战，最后归根结底只有2个目标，第一个是美军。对吧？打美军是让美军没办法对他还击，但他最主要打的，你看都是能源设施。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打这个伊朗，打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这是美军基地。除了美军基地之外，我们看到他打沙国的能源设施，打埃及的港口，打这个红海的油轮，是不是都在打能源设施？因为他很清楚，我军事行动打能源设施，就会逼全球来讲的话。能源的价格高涨，然后通货膨胀，这是你美国你川普受不了的事情，所以我挑你的最弱点、最短板的地方来打。所以现在打这个能源设施，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造成对荷姆兹海峡更高的控制权，最后来逼美国就范那之后我们看到伊朗这时候为什么叫胡塞去动手打？很清楚，胡塞那边可以控制红海的这种曼德海峡，胡塞那边他现在也打了沙特这个在红海的出海口叫盐布港很明显也是打能源的命脉，包括到这个油轮，包括到出入港口，包括提炼设施，甚至于说重要的港口，他对这方面来攻击，主要就是说让伊朗跟胡塞2个联手起来，让这个油价继续逼高，逼美国来就范。那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这个川普怎么会突然冒出说？中国支援给伊朗这个400枚的防空导弹，这就有 money 了我的解读是怎么样？我觉得中国不可能给伊朗这个400套的防空导弹因为这个讯息是白宫自己讲出来的，不是说是这个中国讲的，也不是伊朗讲的，是美国的媒体自己在这边报道出来。那是不是五角大厦故意放出这种风声？为什么要放出这种风声呢？就是说，你看。中国支援他了，我现在飞机不能飞进去，不是我不去打，是中国这个在后面这个扯我们后腿，把这个防空武器给伊朗，让我们这个增加我们去对伊朗的攻击难度所以不是我们不打，是因为中国的扯后腿，所以很明显的甩锅给中国，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不再对伊朗攻击的理由。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的讯息冒出来，我觉得更可以证明这个美国川普不敢也不能再对伊朗内陆实施发动更大的攻击行动。好，那所以总结就是说，包括了伊朗跟这个也门胡塞组织，看到他们的战略目标都很清楚了，除了将军特别帮我们提到的打了美军之外，还有美军的后勤基地等等，再来就是能源设施。那么另外一方面，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赖老师又怎么看那再来就是说，伊朗为什么这个时候从过去被动被美国打一下他就回击，变成现在全面的主动要
来引发这一场战争？难道是在为下一场更大的战争做好准备了吗？那美国接下来会如何接招？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提到的有关于，这个传出来说中国大陆提供400套这个监视型的导弹给伊朗，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不负责任的报道。川普也没有说这个报道是属实，他只说如果是真的话，他会不高兴。那我们要问的是说，那你川普为什么不确定？那就是你的情报机构并没有证实说这是为真。如果你的情报机构有证实说这是为真，这是真的新闻的话，那川普的态度就不会是这样。那很明显的就是他的情报机构就说这没办法证明啊，这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大陆的惯例是不会介入任何一场战争，只要是交战的时候他是不介入的。那如果说这个武器确实假设伊朗有，假设如果有，那绝对不会是从中国这边来获得的。要不就是在战前中早就获得了。战前中你在2月28号之前开战，谁知道你会开战？那伊朗已经拥有这个武器，或是已经跟中国大陆购买这个武器。中国大陆是在2月28号以前如约的生产，然后运送。那这个不违约，也不影响到我介入你们的战争，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伊朗是从第三方买到的话，那也不关我的事，那是你第三方买的。那当然，那要看我跟第三方签的合约有没有说可不可以转让的问题等等的。这个部分，川普自己都没有把握，没有把握的话，川普自己都说如果有我会不高兴，所以一再强调，川普讲的话是代表他的情报机构无法证实这是中国大陆所提供的。这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在过去，美国的川普为什么突然间说我不打了？那是因为伊朗最后证明说他可以对于美国在海湾的地区所有的军事基地，也就是包括约旦的军事基地进行有效的攻击，而那个攻击是非常的准确。也就是不管用无人机跟快速的导弹搭配攻击的时候，对美国在约旦的基地造成重大的伤害，这都是事实。后来川普就断了以后传出来说他的炮弹不够，他的防空导弹不够等等的。可是大家在问的问题是在于说，那为什么突然间伊朗又打了？就在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的时候，可是伊朗之前的战略是你打我就打，你停我就停，你要谈我们再看。我想他的策略是这样，在强调你打我打，你停我停，要谈我们再看，因为我对你不信任了，那所以要由第三方来去做穿梭。好，这是伊朗的战略。可是为什么在内塔尼亚胡去白宫访问的当天打了？可是那天打的很有学问，当天打的是没有一枚打中，全部都被拦截成功了。那为什么会被拦截成功？而前一波几乎是美国无招架之能力。那这个就是代表说，我前一波我伊朗证明我的实力是我可以让你拦截不下来，可是我第二波我打出来的却让你都拦截下来，而我伊朗没有公布说我用什么最先进的导弹来打，然后让你全拦下来，这难道不是一种警告性吗？这种警告性，也就是说，你川普如果你只要没有反击的话，那就是代表你想谈，你谈是有诚意的。或者你真的想谈，所以你把这股气忍下来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你又对我实施轰炸的时候，也就是对于伊朗的南部的军事基地进行轰炸的时候，那伊朗就告诉你说，我上次是警告的，现在不是警告的了。所以它可以对于美国的所有的能源设施进行精准的导击，甚至连在埃及的港口的停靠的美国的天然气船都可以打到。那就代表说我可以这么精准的打。那现在的问题又回到这个川普这边来了，就是你要谈还是要打？要打就奉陪，要谈可以。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伊朗的战略其实很明白了，就是以战来促谈，不是促和，也不是以战逼降，因为美国要以战逼降伊朗可能性不大了，所以等于是以战来促谈，这个才是唯一有可能的事情。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会打到什么程度？打到双方精疲力尽，都够累了，说好吧，那就再来谈吧。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谈也毫无信用可言，也毫无信任可言，那怎么谈下去？所以这
这场歹戏就不断的拖棚拖下去而已。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回这个伊朗是以战来促谈。那另外一方面，刚刚将军也帮我们讲到了嘛，现在伊朗他最在意的就是要掌控的荷姆兹海峡。现在不只是荷姆兹海峡，我们也关心到说2个海峡现在是双线出击的。我们来看到最新。先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伊朗跟阿曼去谈说，接下来2个国家是不是一起来怎么样共同治理荷姆兹海峡？那最新消息是呢，阿曼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希望由区域国家共管这里，并由商船自愿性的来付通行费。但是呢，最新消息已经遭到伊朗给拒绝了。他坚持说，接下来呢，所有的商船你要走这里可以，但是要依照伊朗它的规定，并且主张他会在这边来收船舶的收费用哦。那也门胡塞组织也同样的，学习了伊朗吗？现在也计划要向通过红海的商船来征收通行费。好，包括了我们看到伊朗这一波主要是打这些能源设施，再加上双海峡现在都被控制住了，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新的战略武器？那杨老师怎么看？其实现在就是情势逆转，伊朗在对美国采取极限施压。以前是川普对伊朗极限施压，我打你，然后呢，你要到谈判桌上来，接受川普的要求、川普的条件。但是伊朗说，战争是我赢的，为什么我要接受你的条件呢？当然，这个战争对伊朗的受创非常严重，可是他撑下来了，而且他对美国的还击也从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到后来扩大到约旦，然后你现在看到针对就是叙利亚，还甚至呢扩大到红海，然后呢荷姆兹海峡，就基本上这整个区域它打得准，而且呢它反应快。那现在它更扩大跟它的这些等于是青年胡塞组织一起，还有呢在伊朗的在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那这个时候，你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出手，伊朗马上也就回敬攻打沙烏地阿拉伯相关的设施，因此现在也变成是整个倒过来，是伊朗的逆转，要求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在对川普极限施压，要不然你就来全面战争呢，要不然你就派地面部队来啊，所以你就看到在最新的发展是，我看到半岛电台的报道，美国。这个中央司令总部又对那个在荷姆兹海峡最大的那个岛叫格什姆岛进行新一波的轰炸。那格什姆岛真的蛮大的，对，面积大概有1500平方公里，大概有台北市的5到6倍这么大。但是人口不多，那也造成了些许伤亡。可是这最新一波，马上伊朗就还击去打叙利亚，而且打得精准了。所以这就是现在情势倒过来。因为伊朗认为你美国人说话不算话，你川普自己本身把你过去承诺都吞下去，然后呢，你不愿意真的去接受伊朗所提出来的一些谈判的要求，所以呢，他就现在倒过来对川普极限施压。我觉得美国最后一定要去接受，怎么样去跟伊朗思考在荷姆兹海峡的共管机制上面，这个可能是对美国。既能保存一点颜面，但也许能够下车的一个方案。但这个共管怎么做？是直接美国、伊朗，还是说透过区域的？所以你看到阿曼这次提案是一个尝试，但我觉得后续他们还会有别的提案。今天的每一主题，我们赶快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析。第一个，川普喊话了，他下周再继续打下去的话，会炸伊朗的电厂、桥梁，现在都已经到这些民用的设施了。伊朗反呛。他要让整个中东的基础设施跟着一起陪葬，美伊冲突进入了全面毁灭战吗？第二件事情，伊朗的纳斯尔2号连续的10波攻击，专门打击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当中包括了美军的雷达系统、燃料跟指挥节点。美军的军费现在已经是烧到了1000亿美元了，这场战争到底是谁在消耗谁呢？第三件事情，美军宣称他封锁了荷姆兹，但是现在航运的公司是拒绝接受美军的护航的。伊朗它现在看起来是靠着飞弹、无人机、海上威胁，已经完全突破美国的
海上优势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中东战场可以说现在是来到最危险的时刻了。来自于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的证实，16日再度的发动对伊朗的第6波打击，锁定的目标包括在伊朗南部的沿海城市哦。它的目标是要削弱伊朗的军力，并且持续在海上也做封锁。这一次的封锁，美军迫使了3艘船试图突破封锁线的商船是全面的大转向了。再来看到伊朗的国营媒体也正式的证实了，确实美军针对他们的这个攻击力道是非常强大的，包括去攻击它的机场、火车站、桥梁都变成了一个目标，包括伊朗当地最大的一个港口也挨轰，2座靠近荷姆兹海峡的重要桥梁也被炸，造成2死4伤。这个时候，美国继续的呛虾，来看到官方怎么说的。李威特补了一句：因为是伊朗的问题，他当初违反了承诺，所以遭到制裁。德黑兰已经主动的求和了。真的吗？德黑兰有求和吗？伊朗的外交部最新也直接回呛，美国犯下多起战争罪，攻击的是民用的设施，公然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因此，革命卫队立刻是展开新一波的攻击行动。这一波的攻击行动是纳斯尔2号的第10波攻击了。首先，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是，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宣称的已经袭击了在叙利亚当地的美国特种部队指挥中心，摧毁了当地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特种部队所使用的直升机，造成大量的美国人员丧命。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那除此之外，还包括了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也被袭击，包括当地的预警雷达被摧毁。还有在巴林的这个基地，它当地的这个燃油站也被炸毁。7月份到现在已经有10波攻击了，横扫包括了在科威特、巴林、卡达到约旦等4国的美军基地。伊朗现在专门打的3样东西，包括了感测器、燃料设施跟指挥节点。川普说了，再打下去的话，下周继续的轰炸，锁定的是当地的发电站跟桥梁。那么革命卫队再回呛说，美国真的敢这么做，攻打基础设施的话，接下来中东所有完好的基础设施都变成伊朗的打击目标，看起来是要把它整个波及到中东的盟友们去做攻击。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厉将军如何看这一波双方所发出来的战略讯号。川普他也喊话，下周会去炸电厂跟桥梁。伊朗说，你这么做，我就会摧毁所有的在美军在中东的建设。真的话，这一波攻击会一路升级到底吗？还是跟过去一样，川普可能会tackle？厉将军怎么看？首先这个伊朗的战果，我这边也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个最新的一个战况哈。伊朗这一次来讲的话，纳斯尔2号现在最新的一个讯息是，这个美军部署在伊拉克叫做库尔德斯坦的这种埃尔比勒国际机场的爱国者3的导弹基地已经发生殉爆被打了。同时，在这个时间，美军准备空袭的 F-35战机也在波斯湾上空发出7700的代码，7700代码就是代表它要紧急迫降。所以美军在这次这一波跟伊朗的战争，我们看出来它的战果并不如他所预期的这么好，甚至于很明显的在这个在战况上面很明显吃了暗亏。所以我认为白宫发言人李威特他所讲的话是谎言这个现在来讲，我不认为德黑兰会主动求和，因为这场之后的这次的战争，很明显的是伊朗主动求战，那美国很明显的是被迫应战。那伊朗他会主动求战，代表说他在战前已经做好各项的作战的计划跟准备，他才发动这一波的攻击。那美国很明显的是被迫应战，伊朗是怎么样主动求战呢？他借着攻击经过荷姆兹海峡的这些油轮，他说你只要不按照我规定的航线来走的油轮，我都攻击那再说，那他所规定的就是要走他靠近伊朗北边的拉拉克那个岛的航线，但是很多油轮是要走南边靠近阿曼这个航线，那你只要走靠阿曼的。这个伊朗就发动无人机对你们来实施攻击跟打击。那美国为了让荷姆兹海峡能够保持畅通，所以他这发动一波对伊朗的这一波的反击攻击。所以你说这次行动很明显的是伊朗主动求战美国是被迫应战。
那为什么我讲说美国被迫应战？因为我们从之前包括到这个伊朗美伊双方 MOU 签了协议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在很多动作已经做了战略退却的动作，包括它将部署在中东地区的 B-52轰炸机这些还有在约旦基地的战机都已经加油机都已经撤回了。另外也看到它将这个林肯号航母向后退了200多公里，这都是报章媒体有披露出来的一个确实讯息。所以很明显的，美军来讲已经准备做战略转移，因为它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已经耗费了4个月这个包括到林肯号航母已经200多天没有靠岸休息，大家都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很明显的，美国撤退，但是这时候伊朗很明显的就不让你走，我主动采取攻势。那美国现在能够处理的大概有3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你就必须要直接对伊朗内陆地区的所有导弹发射基地、无人机发射基地来实施攻击，不然的话，它在内陆它一样可以打得到你波斯湾。经过荷姆兹海峡船只，它的无人机射程可以高达300多公里导弹射程甚至于上千公里，它要攻击荷姆兹的这个船只来讲的话，事实上是轻而易举。那我们现在看到今天为止，美国只能对伊朗的沿岸地区来发动攻击，但是并没有看到它对内陆重要的导弹发射基地来发动攻击。是第二个，美国能够采取的就是要靠地面作战。如果说你不采取地面作战来讲的话，事实上没有办法拔除伊朗这些沿岸的这种对荷姆兹海峡油轮构成这个威胁的这些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导弹的基地，或者是甚至于无人艇，你是没办法拔除的。那你就必须要控制荷姆兹沿海的这7个离岛，我们昨天有讲过，大不通、小不通和拉拉克这些岛。你如果说没办法用地面控制来讲的话，这些岛一直都掌握在伊朗手上，它就随时可以对通过荷姆兹的海峡来发动攻击那第3个，我觉得川普可能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归到谈判桌上面来。跟伊朗来进行这个来继续谈判，但是如果说这是对美国来讲是损害最少的，你继续打下去，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马上面临的国内的选举，马上面临选举压力，还有美国这次战争这个预算的膨胀听说将近花了上千亿美金，那老百姓已经受不了。所以美国如果说愿意跟伊朗谈判来讲的话，那当然会中了伊朗所望所求，那伊朗会对美国来讲的话，在谈判桌上面会要的更多，这也是川普到现在为止他进退两难，他不知道干嘛，打不下去打你可能没有做准备，谈的话，那你必须要割更多的肉去喂伊朗，所以说我觉得川普来讲的话，现在面临举步维艰的这个困境。好，所以这场战事打到现在从7月份这种大规模的攻击，现在看起来整体来说，伊朗还是掌握目前的战争的主导权。那美国有一点是被迫应付，跟着打下去。那尤其我们也来看到细节，这次伊朗也是锁定它的目标是非常的精准，它有锁定它的目标，像是专打美军基地的雷达燃料设施、后勤节点、指挥中心。那这当中背后的战略策略是什么？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说这个美军在叙利亚当地的特种指挥中心也被摧毁一套雷达系统跟数架的直升机等等，这对于美军的伤害又有多大？那将军怎么看？那这一次伊朗大概2个目标，第一个，他专门打美军驻在中东地区的有生战力，后勤就是有生战力，因为大家彼此消耗战，那消耗战后勤第一把这些不管是它的油库，或者是燃料，或者是弹药库，或者后勤维修中心炸掉，这是有生战力。后续的有生战力，美国所能够发挥就相对有限了。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就是摧毁有生战。第二个，关通系统，因为关通系统是预警的。那伊朗过来的是导弹打美国，伊朗过来的是无人机打美国基地，那它让美国在这方面预警能力降低。那怎么？我打你的关通系统，打你雷达站。让这一方面呢没有办法能够充分的能够掌握预警，那你的整个的作战的预警时间跟空间就很短暂。再来就是说，那这个关通系统也包括了作战指挥中心，这个是指挥管制。那指挥管制包含纵向的指挥管制、横向的指挥管制都会受影响。这样美国所能够发挥的统合战力，战力值就会慢慢下降。所以伊朗它这个就是打了战略考量是这个样子。那战略考量，那美国自己呢？美国自己它就有些短板，因为美国住在中东地区，不管是科威特、叙利亚、伊拉克，
但是叙利亚因为稍微远边了，伊拉克稍微远边，最重要是科威特、阿联酋、沙烏地阿拉伯、约旦，也包括巴林。那这些驻军的话，美国总共19个驻点，它在驻在国是分散，在当地国的时候是集中在那个基地。那你一集中，你就很容易被打。如果你分散的话，我让你离伊朗，我那么多那个地方，让你不知道你要打哪个是重点，我都分散屯除。保持我这个战力保存能够做得很好，没有你在驻在国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它比较好管理，但是你这个刚好被伊朗专门就打你这个几个地方，比如经常提到的这个史密提到什么乌代德空军基地啊，什么在巴林的什么第5舰队指挥中心啊，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都在集中嘛，那这个集中刚好就被打。那美国有3个打法，第一个人数少，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呢常态保持5万人，那有15000人在科威特，所以科威特是最多。你能够发挥多大战力？那你就要靠你说你有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毕竟在阿拉伯外海，毕竟距离伊朗比较远，战略威慑能力就会比较弱。第二个，因为过度集中在大营区，那你能够发挥战力保存、战力防护的效果就相对有限，因为你都集中在大营区。这是没办法改变的嘛。你现在说我现在要分散，你现在怎么分散？现在是打仗状态，你怎么分散？所以没有办法。第3个，美国的补给线太远，要在美国，在英伦三岛，然后要过来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包含西班牙不让美军过境，意大利也不让他飞机飞过去。那美国补给线太远了，感觉到鞭长莫及。而且会劳师久顿。你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美国能够发挥的统合战力就会相对有限。这也是伊朗看准的地方。我就打他后继指挥中心，因为为什么？你补给线太远，没有那么快可以递补上，那我伊朗就有时间上的优势。好，那我们也来看到说，现在呢，其实美伊双方也在力拼的，就是要持续的掌握这个荷姆兹海峡的主导权。那最新消息，我们看到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呢，多家的国际航空公司根本拒绝美军的护航行为哦，甚至有航运业者直接喊出了一句话，他说：“美国似乎无法控制局势。”好，除了荷姆兹无法控制之外，我们来看到的是，现在伊朗也还没有祭出他的杀手锏，包括呢，伊朗的最高指挥部已经画下红线了，绝不允许美国介入荷姆兹海峡，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那接近胡塞的人也说呢，飞弹跟无人机现在已经部署在曼德海峡附近了，只等待伊朗来命令就会来同步锁定曼德海峡。另一方面，美军的军费则是持续的高涨，现在最高已经喊到军事支出是达到1000亿美元，远超过官方当初公布的310亿美元。那赖老师怎么看？目前包括了航运公司的态度，他们还是不愿意买单川普。那川普接下来会怎么做呢？难道拉着全球跟他一起陪葬吗？还是想个办法找个台阶下吗？赖老师怎么看？川普搞砸了，他也没有什么台阶可以下了啊，因为他一直说伊朗要跟他求和，要跟他谈判。那伊朗已经用行动用行为来证明他没有要求和，没有要谈判。为什么？因为他还是继续的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采取猛烈的打击，而且已经打到更远的约旦了啊。约旦在过去是美国前沿基地中的属于比较后勤补给的一个后备预备队的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但是在这一次伊朗的攻击，很明显的，你已经看到了，它遭受到猛烈的打击。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噩耗，是坏消息，因为 F-35也好，或者其他的指挥中心、雷达，因为过去的 SAR 系统就是装在这个地方来保护它的大本营的安全，但是很明显的，现在已经被突穿了，被打了。所以对美国来说，当约旦被打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比科威特、比巴林、比其他的所谓的第5舰队的司令部被打，其实这个消息还要严重。对美国来讲，这个事态更加的严重，是因为那些很早就被打了嘛。对。那军队也已经有生战力也已经是转进了，撤到其他的一个地方去。可是问题就在于约旦呢，约旦相对来讲过去是比较安全的，但是现在已经遭受到这个伊朗的攻击。美国现在在研究的是伊朗是透过什么途径来对它进行攻击。好，既然美国没有办法逼的这个伊朗求和，伊朗也没有打算要求和，那双方就僵持在这里，那川普就搞砸了。所以现在还是需要第三方出来斡旋。可是问题就在于川普的没有信用，那怎么去斡旋呢？也就是说，你明明签了 MOU 这个备忘录，
那怎么你还开火呢？那你签了 MOU， 你还开火，伊朗反击，你又加码，伊朗再加码，所以整个过程中就是你美国搞出来的嘛。那你美国搞出这个玩意来，你今天却要伊朗来主动跟你说，我来求和进行谈判，这个缘木求鱼，不可能的事情。那不可能是怎么办？那他的问题就在于伊朗已经重新封锁海峡，美国也重新封锁伊朗的这个海峡，也就是说，美国是对于伊朗的船舰进行封锁，可是伊朗是对赫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美国无法护航。这问题就在于美国无法保证100%的护航。那既然没有办法护航，哪一家商船愿意冒这个风险？战争被打的这个风险，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的话，那请问一下，这个海峡什么时候能通？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担忧国际油价又要开始飙涨起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伊朗已经下了一个死命令，也就是一条红线，如果它的能源设施被炸，那胡塞组织就要去封锁曼德海峡。那胡塞组织有没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有。美国有没有能力打通曼德海峡？没有。那一旦曼德海峡被封锁，苏伊士运河就完蛋了。苏伊士运河一旦被切断，也就是因为红海被封，苏伊士运河就没有作用了。一旦没有作用，那你欧洲的产品，尤其是南欧的意大利等希腊的这些产品，你怎么出来？你就只能够从西班牙这边出来绕一大圈。那这个对于埃及的经济财政会产生影响，对于物流会产生影响，对于船运的运输会产生影响。这些地缘政治产生的变化其实是很巨大的。问题就在于你川普有没有能力解决？没有，你只会搞砸事情，你根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好，接下来持续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大礼包已经正式的抵达伊朗的。那么来看到是德黑兰是2次连闯2船哦，连闯了这个突破美军在荷姆兹海峡的封锁线，怎么做到的？等一下持续来关心。那刚刚说了嘛，这个中国大陆的大礼包送到了伊朗之后呢，川普震怒，他就放话说北军有做军援，但是到现在美国还是拿不出任何的证据。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特别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也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析。因为呢，这个海上做执法的时候，美国发现这个船上，他说呢有军民两用的这些设备，那都会列入纳管的对象，包括了金属啊、电子零件。那这一次呢，美军所拦下的这个图斯卡号，到底是真的在查里面有军援，还是美国在帮自己做的这个突袭检查，找一个法律的正当性呢？第二件事情是，川普直接点名了说中国有送军援给伊朗，但是到现在没有拿出一个证据来，也没有去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里面军援的武器有哪一些，到底是真的有掌握，还是他没有证据，还是他又不敢惹怒中国，所以不敢说？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件事情来看到，伊朗呢现在是已经突破了来自于美国的封锁，那美国呢则是扩大执法，现在呢它的执法已经转到了印太地区去这边扫荡船只。那么如果说连荷姆兹海峡都守不住，美军这一套封锁是因为他不敢跟伊朗硬碰硬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特别关心到这个是最新的消息，波湾载沉火药库，因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日前是强行拦截了一艘伊朗的货轮，这个是图斯卡号，理由是呢，他认定了上面有许多的是军民两用的物资，所以把这一个货轮给拦截下来了。但是问题是说，什么叫军民两用？现在的关键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模糊的，包括了金属，包括了电子元件，包括了管材，这一些都是吗？那么等于是说，现在有关于军民两用的说法都是美国自己说了算。那在这个时候呢，更关键的事情，也是同样敏感的事情是，拦下了这一艘船只之后呢，川普总统就说呢，他没有想到这是来自于中国给伊朗的礼物，而且他说，我以为呢，我已经私底下和习主席达成了谅解，英文是他说我已经
经达成了一个 understanding， 这个中国应该要理解，不应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川普也没有点破说，这艘船上面有什么样子的东西呢？所以现在被视为是说，这个是一个舆论战的操作吗？还是一个情报战的操作呢？还是美国在为它的封锁失败要找一个台阶下呢？在此刻，我们来看到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放话了，他说已经封死了伊朗的石油，迫使伊朗接下来只能减产，直接会冲击的就是伊朗的经济命脉。他说荷姆兹海峡已经被完全封锁了，但是我们来看到现实却不是这样子的，2艘伊朗的船直接突破了封锁线，包括了西里城号，还有这个是舒贾2号，都穿越并且突破了荷姆兹海峡的封锁线。而我们收到的一个最新消息是在这个来自于媒体的报道，在荷姆兹海峡上面，伊朗已经针对了一艘货船没有挂有国旗的货船进行了攻击，那么驾驶舱已经受到重挫，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另外，美国则是扩大执法，现在呢，在海上，尤其在印太地区这边来扩大执法，拦截疑似是援助伊朗的船只，全部都会把它给拦下来。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美军拦下的图斯卡号，但是川普说上头有中国送给伊朗的礼物，这一批货可能是什么？会是川普所说的军民两用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军工的关键零组件、无人机、飞弹的相关技术，还是说伊朗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突破这个封锁线？那委员怎么看？这些年在美国政坛一直有一个危机处理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一句话，说当你无法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问题闹大那么很显然的，川普现在就是采取这个策略，因为他原本已经是进退两难了，显然他的盟邦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伸手。然后呢，他希望和谈有进展，彼此的这个立场差这么多，那他最后只能怎么做呢？他最后只能够希望找有力量的中间人，而不是像巴基斯坦，是像中国大陆、像俄罗斯这样的中间人出手那么也许这件事情还有可能转圜。所以呢，他这个策略很简单啊，他就是把这件事情闹大，所以玩了所谓我封锁你的封锁游戏之后呢，接着就要拖中国下水嘛。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说法。大家想想，中国大陆真的要运补给伊朗，一定要走海路吗？不能走陆路。中欧班列不就是经过了德黑兰吗？那再讲退1万步好不好？走公路，它也可以走这个陆路进入伊朗啊。如果真的是这么重要的军事援助，会这么蠢的就摆在船上，然后随时都有可能冒着风险被你拦截？大家不要忘了前几天中国大陆的054A 大庆舰护航4艘油轮当时是悍然跟当时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美舰只差200公尺它就直接插入在那里了，然后就挡住了。美国也一声都不敢吭啊，所以如果今天这一艘船真的很重要，他早就派2艘054来这里护航就好了。为什么呢？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工业用的这些材料、这些设施，可是现在是美国把它拦下来了嘛？所以美国拦下来之后，美国说那5000个货柜装什么？就是美国一个人说了算啊。他说那5000个货柜都是装满了大疆的无人机。你也没办法啊。所以显然的，美国就是要把中国大陆拖进来嘛，拖下水。但是我要讲的问题是说，美国玩这一招，我封锁你的封锁，不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他认为他用这一招可以逼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殊不知，我在先前讲到了，伊朗绝对撑得比他久，他撑不过啊。今天几号了？马上就4月29号国会就要开会了，5月1号到4月9号，这2天，不管你用什么时间来算，你用228算，那么开战这一天算，那就是4月29号，60天。如果你用他这个宣告向国会宣告这件事情是3月2号，那就是5月1号。所以就在这2天，美国国会就要决定了。这对川普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宪政危机了，他的权力保卫战了。所以对伊朗来讲，再撑个10天8天不是问题啊。但是更惨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今天搞了这一招之后呢，倒霉的是他其他的盟邦就今天在荷姆兹海峡要过伊朗1道封锁就已经够可怜了，现在要过2道我曾经说过，本来打个电话给德黑兰交点钱，这个船就过了，现在不行了。现在打给德黑兰之后还要打给华府两边要同意他才能通过。
所以倒霉的是全世界。所以他今天搞这种极限施压的结果，其实最终的压力会反噬到他身上的。他一直以为说伊朗撑不住了，他要在这个什么和谈期间又用尽各种手法，逼伊朗在和谈期间让步。可是殊不知，我刚才已经说过，伊朗已经是磨刀霍霍了，等着美国上这个砧板了。如果你是伊朗，你会在这个时刻去示弱吗？讲退一万步，就算和谈结束了，美国的船还敢停在荷姆兹海峡吗？他立马就要逃走了，因为他留在那里就被伊朗当靶子打了。所以对伊朗来说，他怎么算都是一个稳赢的局，他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退让。那对中国来讲更直白了，老子我真的如果要干嘛，我就派军舰来哦。那么如果不是，随便你怎么玩。所以很显然的，北京政府也只是看穿了美国现在拖他下水的这种伎俩而已嘛。好，那同样的一个问题也请教苑老师怎么看？就是这一艘被拦下来的船，那干脆美国人就公开说上面是不是真的有军民两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都不公开？是怕惹怒了中国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苑老师怎么看？这个是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那个印度裔的黑利所制造的谣言啊。就说是这艘的话呢，就是伊朗的这个图斯卡号里面所带的这个很多武器啊，也是军民两用啊。然后呢，他就想要栽赃给中国。那中国的发言人啊，这个郭家坤已经讲了，就是说这个是就是无的放矢，没有任何意义。我这边的话呢，分成几点来讲，但是几点之前的话，我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情况啊，真的是伊朗是老神在在。你看今天的头条消息就知道，伊朗说我们根本没有要求他什么停火，我们就不派人去，因为美国不值得信赖，而且从头到尾还在进行封锁后的再封锁。大家地图一打开，美国真的是莫名其妙，隔得那么远，那封锁的是阿曼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阿曼湾跟荷姆兹海峡里面的那个宽度。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是谣言的。第一个的话呢，这个时机很不对，很敏感，就是中国要帮助伊朗。老早中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国是在整个制裁期间唯一买伊朗的大国的石油了，伊朗的石油大量都是卖给中国，所以中国这边要做事情的话呢，也都是老早都做好准备的。这个我们同文同种，就比较知道做事情的方法，不会赶到最敏感的时刻，他们在停火送2箱坦克车去，这个胡说八道，根本就是。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什么叫军民两用？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到那个福州的无人机小镇去看过，有一次看到他们那个无人机里面的表现。对无人机的话呢，就是从山区发生灾难以后呢，要避免问题的话，他们有生化直接送血浆过去。然后那个介绍的人跟我讲说，打仗的时候要先准备好粮食跟血浆，就野战医院。所以这个就叫军民两用，就是有很多的科技，你本身来讲就可以当在军队叫暂时的用，就是包含我们的停车场，其实名义就是防空洞啊，那意思也就是军民两用嘛，就是每个人家里都这样子。然后另外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一点，伊朗这个国家跟委内瑞拉很不一样，伊朗的军工是非常完整的，伊朗自己生产武器的能力是全世界排名第18国啊。那么它有的东西的话，可能需要一些零件，但是老早自己就已经逆向工程都做出来了。而且这一次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伊朗本身无论是无人机啊，然后这个超音速导弹啊，还有他们的导弹发射器里面都是非常完备的。好，这些都不讲。真正支持伊朗的话呢，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人家是讲明了啊，各方面，俄罗斯也是不但是个军事大国，而且跟伊朗之间有这个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俄罗斯就帮助伊朗，让伊朗这一次打的之所以比去年6月准很多的原因，我们不一定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俄罗斯有帮助，但只是讯息能够发挥到一定的阶段，再加上美国加以色列一开始有点轻敌，都是完全认为他没有海军了，没有空军就直接进去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坦白讲，中国绝对不会帮助，否则就像耿爽讲的，那美国早就惨了。我告诉你。好，我们看到这是伊朗，它背后有它的底气在，有它的军事武器的底气在，也有来自于俄罗斯的援助。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底气吗？我们看到美国说它封锁了荷姆兹海峡，但是2艘伊朗的货船就这样冲出封锁线了，是说美军没有这个能力把它给拦下来吗？另外就是刚刚我们回到另外一个问题，说美军现在他去盘查的对象已经到了印太的海域去，是不愿意跟伊朗的海军起冲突，还是他要扩大他的这个检查范围？干哥怎么看？好，我们就看了不是才刚刚抓了那个图斯卡号吗？对不对？现在怎么会有一艘洗礼成号你跑掉了？这艘船不是货轮，是油轮，是载油的。还有一艘叫舒甲2号也跑掉了。
奇怪了，美军你不是说你封锁荷姆斯海峡，以美军的封锁能力，他们怎么可能跑得掉呢？好，这就出现一个盲点。当你在抓图斯卡号的时候，你说你们怀疑这上面5000个货柜有什么？有可以资助伊朗的军事工业的这个资财，那而且还暗指说是中国提供的，那你认为说是什么？他们有一个就有个报道说里面装的是火箭推进剂的燃料，那这个指控就大了。我跟你讲，如果今天它里面真的装的是中国提供的火箭推进剂燃料的话，那我看那个川习会也不用开了，也不用开了，对不对？你公然资助它像这样子的燃料这样的东西，就等于要让它的飞弹，让它的弹道飞弹还可以再继续上架，那专门拿来干嘛？拿来打我们美军的，那我们还谈个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图斯卡号已经被美军扣押了，扣押之后，他到现在还没有讲出到底它上面载的那5000个货柜里面是什么内容物哈，就代表很可能什么？很可能是乌龙，抓错了，一抓哎发现不是啊，钢筋水泥啊，这怎么能够算战争物资呢？对不对啊？或是这个铜管啊、水管啊这些，你就不能够算是真正的资助这个敌人的战争物资了嘛？所以图斯卡号它现在到底装什么？美国不讲，然后凸显出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什么？你抓了图斯卡号，你发现很头痛，你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听说是放在伊朗那个就是南边的一个小岛，你知道那个小岛，结果你要派兵去看着它，然后听说它上面的有菲律宾的船员啊，有那个印度的船员啊，已经准备叫他们回国了，然后有几个伊朗船员，哎不行，抓起来干嘛？还要派人看守？为什么？印度、菲律宾可以送回去，伊朗船员一定要抓起来，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啊，我们老美的，通通要抓起来。那个派多少人，你知道？那你就要派很多部队，所以你现在荷姆斯海峡里面，你没有办法去针对每一个点啊。当然，美国的 GPS 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派人力去抓它，就像你今天空降图斯卡号的时候，是要用海豹那种小队去抓它的。那所以美军没有办法做到每一艘都拦下来，果然被这2艘跑掉了。那接下来是不是会有更多船跑掉？一定会。不过你知道美国的那个中央司令部啊 ，CENTCOM， 他们又讲了说，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有新的情报进来，那个情报代表什么？他说可能中国要提供红旗19，类似像 S-300的那种防空飞弹给伊朗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在想说，好。如果说有一天他们真的能够抓到中国的红旗19的话，那再来说，如果抓不到的话，那我跟你讲，美国的情报单位，那乌龙就搞大了，而且专门造谣生事。如果这样再造谣生事下去哦，川普这场仗他打不完，你知道，他很难收拾，你知道，因为他要面对的即将不是伊朗，是中国，你怎么打得下去呢？